大家可以看到不少的飞机停在停机坪上，在这样地方用餐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不错的体验。一边吃饭一边可以看看飞机起降。在考虑一些小朋友的游乐设施在这个暑假期间应该是很受小朋友的欢迎的。路易通这个店还开到了候机楼里头，看看这边有一些商店，也有一些餐馆，包括鼎泰丰都在这边有开店。虽然鼎泰丰在北京都关门了，现在机场里面呢也有这种电动汽车的展览。现在真的大街小巷电动汽车是无所不在。嗨，大家好！才过了没几天，我们就要离开上海了。现在呢，已经来到虹桥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刚刚过完安检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女儿的一个充电宝因为不符合规格被拦了下来，或者是飞机的一个快递。但是他前几天刚刚从台北飞到上海，什么事都没有。当然，这就是一个小插曲了，无伤大雅。5、6天以前呢，我们也是从广州来到这个虹桥国际机场的T2航站楼。没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往回走了。但是那天来的时候呢，就没有经过这个候机楼，匆匆出了航站楼。那我今天呢，这天就打算在这个T2航站楼随意的走走逛逛，也看看这个候机楼里面的这些商店，还有候机的人们的状态。这边呢就是登机口了，大家可以看到不少的飞机停在停机坪上。上海虹桥的第2航站楼呢，相对于第1航站楼是新一点，这也是上海东西2个空港之一。现在呢，从这里建立一条连接浦东国际机场的联络线，是一条地铁型的快线。我们上次已经坐过一段了，使得这2个机场就更加的方便联络这个转乘。机场的候机楼呢，就是让旅客在飞行前能够安静，或者呢通过一些购物用餐，增加他们在这边等候的体验，然后呢等到他的航班从容的起飞，去向他的目的地。当然了，作为一个机场，他也希望利用这样的一个场所能够增加一些收入，所以呢开了很多的商店，有很多品牌的商店。我看这个机场里面把一些世界的名牌
都罗列了进来。虽然我们每次看到经过这种所谓的贵的那种品牌啊，其实顾客寥寥无几啊，所以我们有时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人在这边消费。但我相信呢，肯定是有生意做，否则这个店也开不了。有这个地方以前好像是没有的啊，增加了一个夏味馆，就是一个复扣。这边有很多大排档样的食铺啊，还放了一些上海的这种有文化特色的广告画。在这样地方用餐啊，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不错的体验。一边吃饭一边可以看看飞机起降。我们来看看停在停机坪上这些飞机，东航的、南航的，还有其他航空公司的一些飞机停在停机坪上。邮箱没不久，可以留一天，然后走。这边呢都是一些出发口啊、候机口。应该这个机场呢有好几个亿，可以生产很多地方，增加很多登机口。这边有写啊，向前200米呢就到最远的登机口了。有在考虑一些小朋友的游乐设施，在这个暑假期间应该是很受小朋友的欢迎的。这个机场的候机楼呢，应该大同小异，当然会有一些地方的特色的这种餐饮或者是礼品店吧。看到有一架飞机冲天而起，一个东航的飞机。客观来说，我们去过很多的国外的机场，中国的机场呢可能建得比较晚，加上中国这个国家比较大，人口也比较多，所以空间呢就会大一些啊。无论是值机的地方还是候机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比较宽敞的啊，尤其是那些新建的大机场更是如此啊。但是我们也去过一些其他国家的机场，有些国家机场呢就显得很陈旧啊，当然也有它的一些韵味，但是呢忙而不乱啊，小而精。只是呢就是在值机的时候或者排队安检等等的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舒适啊，因为太局促。另外一个呢，就是候机的地方，每次经常会坐得满满的感觉啊。像前段时间我去过的北美的机场，也包括欧洲的机场啊，基本都是如此。你看啊，像这里的机场候机的等候的地方呢，就非常多的空位置，所以你一个人真的晚上躺这边也没有问题啊。现在已经是6点25分，距离我们的飞机起飞呢，差不多还有1个来小时。每次呢都是赶早不赶晚啊，所以都会有多余的时间在机场里面行逛、走行逛。现在应该是暑假的大家出行的高峰时节啊，但是呢，在机场里面看到的并非如此。你看这么多的等候的位置啊，稀稀拉拉的，没有坐多少人，这说明呢，大家这个出行的热情并不是那么高啊。当然，这跟最近的天气有关系，非常的炎热。正好趁着在机场里面候机，在候机楼里面闲逛的时候呢，跟大家聊聊这些天在上海的一些感受。当然，一如既往，还是非常喜欢来到上海，因为呢，跟其他的旅游者可能不同了。对我来讲，每次回上海就是回到家乡。虽然其实在上海也没有住过那么长的时间，那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会去到一些以前的老地方，还有通过走亲访友和朋友吃饭啊，也会了解朋友们、亲友们的一些现状，就为他们的美好生活感到高兴。那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很多新鲜的事，还有很多启发等等吧，就觉得很开心。昨天呢，就承蒙一位发小啊，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受邀呢前往世博会的所在地啊，现在当然也都经过了一些改造，在江边的一处挺高级的餐馆里面啊吃饭。那么吃的东西味道很好啊，属于上海的本帮的这种菜肴，然后呢通过一些精心的烹饪。那同时呢，这个餐馆啊，它有一个平台可以平然眺望黄浦江，所以那个地方的风景很好啊。所以我也拍了几张昨天在餐馆附近拍的照片。所以每到上海的黄浦江边上啊，真的就感觉这种城市它是一个跃动的一个城市，所以它真的就跟江流一样啊，有波浪有起伏，让你感到有动感啊。这是一座非常活跃的城市，所以呢，我们每次回来就是享受一下回到家乡访亲、探亲、访友啊
同时呢，也是感受一下很多地方的新的一些变化。比方说，我小孩他昨天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也是在徐浦滨江那边开了一个非常大的商业中心。他回来说感觉很棒。我们就等下一次再去见识。唯一不足的呢，就是上海天气太热了。虽然我也很顽强的去骑行了几次，但是最后2天呢，还是算了。我想了，对于这样的36、7度的高温的天气，还是在家里待着会比较舒服一些。纯粹是闲着也是闲着啊，就是在机场的候机楼里面呢，随意的逛逛，就看到那么多的旅行者，彼此都会受到一些感染。我想，大家都是在旅行途中都有各自的收获吧。那旅行呢，肯定是让人开心的事，所以呢，我想身边走过坐着的人们肯定都有他们自己旅行的故事，应该都是非常好玩有趣的经历吧。这天还放了一架钢琴啊，供游客可以在这边弹奏一下。有一位小朋友10来岁了，弹得还蛮好。路易威统这个店还开到了候机楼里头。昨天我在走淮海路的时候啊，那边一个大楼经过穿衣戴帽，全部变成了 LV 的这种装潢广告了。我们去过的机场，可能最美的就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了。但是其他的机场呢，也是各有特色。感到比较温馨的还是温哥华的国际机场，虽然已经比较陈旧，但是呢，还是保留着非常好的氛围。还有现雕的，美国的很多机场啊，大大小小的，虽然说有些规模巨大，但是大部分呢，对于美国人来讲，就像一个公共汽车站一样。甚至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应该是伯林汉姆靠近，在西雅图靠近加拿大边境的一个地方，真的就像一个小的公共汽车站。然后那些飞机当然也是小飞机啊，就直接一步就可以跨上去那种。那么在美国数以万计这种机场，对美国老百姓来讲，他们坐飞机出行就跟搭这个公共交通坐巴士差不多的感觉。
那反过来讲呢，他们对于这个航空工业啊，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的作用。但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呢，机场主要还是一些大城市或者骨干城市的一些机场啊。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国际的航班，但是相比而言呢，大家对于坐飞机，很多人还是比较敬畏的，还是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那么现在呢，有了高铁，其实如果是4-5个小时以内的地方呢，真的没有必要搭飞机了。高铁更准时平稳，而且全程没有摇晃，非常的舒适。看看这边有一些商店，也有一些餐馆，包括鼎泰丰都在这边有开店。虽然鼎泰丰在北京都关门了，其他地方呢，我觉得也慢慢做不下去了。这一路呢都是卖上海土特产的，这事情我就交给我太太了。看得出来，这个机场还是非常的大啊，它有好几个分支出去，所以可以容纳的人呢是非常之多的。现在机场里面呢也有这种电动汽车的展览。现在真的大街小巷，电动汽车是无所不在。一转眼的功夫呢，外面天色已晚，慢慢的天就要黑下来了。距离我的飞机出发呢，时间也越来越近。就是消磨一些时间，随意的在机场的候机楼里面转转。这一次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如果大家有出游的打算，也祝大家平安出游，快乐旅行，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出行再见，拜拜。